陈平。紫渊上前拦住了陈平，虽然他知道陈平的实力也很强，可是那军不悔太强大了，尤其还会空间本源，这可是杀手锏。如果被对方困在空间之中，那就等于白白的送死了。放心吧，我没事的。陈平对着紫渊微微一笑。看到陈平和紫渊两人的样子，吴昊瞬间明白两人发生什么了。那互相的眼神，明显是突破最后一层禁忌才会有的。无极道长看着陈平和紫渊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陈平到处留情，他也没办法替自己的徒儿看着陈平了。胡麻子则是上前，小声对着陈平道：陈平，你要跟那军不悔打，要不要我偷偷帮你弄2张符咒？不用了，对付这小崽子还用不到玩阴的。陈平笑道：那好，你自己小心点。胡麻子说完，然后满脸玩味道：你跟着这个紫渊，是不是有一腿？看你俩眼神可不对。没有，还没突破最后一步。陈平摇了摇头：不可能呀，我看那紫渊看你的眼神，明显就是有亲密接触过了，而且他也把自己当成你的女人来看待了。胡麻子有些不相信，毕竟他在这方面看人很准的，尤其是女人。真的没有，不过我给他舔过了。陈平有些不好意思道。胡麻子一愣，随即竖起大拇指：你玩的真花，佩服佩服，想死就快点，磨磨唧唧做什么？君不悔有些不耐烦了。陈平满脸冷笑，走到君不悔面前：我一般不喜欢打小孩子，不过今天我是2班的。说完，不等那君不悔开口，陈平一拳就砸了过去。圣光拳，这一拳瞬间爆发出刺目的金光，陈平的拳头变得如同小山般大小，金光乍起的瞬间，战场被刺目的亮色笼罩。陈平那如同小山般的拳头带着呼啸的劲风直砸君不悔面门。君不悔瞳孔微缩，虽惊却不乱，身形猛地向后飘出数丈，险之又险避开这势大力沉的一拳。拳头砸在空处，轰的一声巨响，地面瞬间被砸出一个丈许深的大坑，碎石飞溅，烟尘弥漫。有点意思。君不悔拍了拍衣角的尘土，稚嫩的脸上首次露出凝重之色。难怪敢口出狂言，倒是比那半兽冥王多了几分力气。陈平冷笑一声，脚下步伐变换，身形如鬼魅般欺近君不悔，拳头接踵而至，每一拳都裹挟着璀璨金光，拳锋凌厉如刀，逼得君不悔只能不断闪避。他的拳速极快，肉眼几乎难以捕捉。只见一道道金色残影在战场中交织，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，将君不悔牢牢笼罩。好快的速度！半山腰上，韩烈失声惊呼，陈道友的速度竟丝毫不逊于君不悔。紫渊紧紧攥着衣角，眼中满是担忧，却又带着一丝笃定。他见过陈平的实力，知道他绝非鲁莽之辈。吴昊捋着胡须，脸上的绝望渐渐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希冀，这陈平果然藏得很深，或许他真能打败君不悔。战场中，君不悔连续闪避数十拳后，终于被一拳擦中肩头，金色灵力瞬间侵入体内，他闷哼一声，身形踉跄着后退2步，肩头的衣衫被灼烧出一个黑洞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焦糊味。你激怒我了。君不悔的声音冷了下来，周身魔气翻涌，黑色的雾气凝聚成数十道锋利的魔刃，如同暴雨般射向陈平。陈平不闪不避，周身金光暴涨，形成一道坚实的光盾，叮叮当当的脆响不绝于耳。魔刃撞在光盾上，纷纷碎裂，化为点点魔气消散。他乘势反击，身形一跃而起，右腿带着千钧之力横扫而出，直踢君不悔腰间。君不悔急忙抬手格挡，砰的一声，他只觉手臂一阵发麻，整个人被踢得倒飞出去，重重撞在一块巨石上，巨石瞬间崩裂。怎么可能？魔修阵营中有人惊呼，他们从未想过，看似稚嫩却连半兽冥王都能打败的君不悔，竟会被陈平压制。噬魂尊坐在雄狮背上，空洞的眼窝中闪过一丝诧异，随即又恢复了冰冷。别急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君不悔从碎石堆中站起身，
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嘴角溢出一丝血迹，眼中却燃起熊熊战意。看来不拿出真本事，还真收拾不了你。他双手缓缓抬起，周身的空间再次开始扭曲，一股比之前更加浓郁的诡异力量弥漫开来。周围的山石竟开始悬浮在空中，缓缓旋转。又是空间本源。樊天佑脸色一变，陈道友小心。陈平却依旧一脸从容，嘴角甚至带着淡淡的笑意，仿佛根本没将这恐怖的力量放在眼里。他站在原地，双手负于身后，目光平静地看着君不悔，那副胸有成竹的模样，让修士阵营中的众人渐渐安定下来。空间禁锢，君不悔低喝一声，双手猛地向前一推，瞬间，陈平周围的空间如同被冻结的湖面般凝固，金色的光盾也停止了波动，他的身体被牢牢锁在原地，连手指都无法动弹。哈哈哈，被锁住了，这次看他还怎么嚣张。魔修阵营中爆发出一阵欢呼，紫渊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想要冲上去却被吴昊拦住。相信他。君不悔缓步走向陈平，脸上带着胜利者的笑容。刚才的嚣张劲呢？现在还不是像条狗一样被我困住。他右手凝聚出一柄黑色的魔剑，缓缓指向陈平的眉心，受死吧。就在魔剑即将刺中陈平的瞬间，陈平突然笑了起来，笑声爽朗而自信。就这点本事，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？话音未落，他脚下突然燃起火焰，步伐陡然变换，身形如同风中柳絮般轻轻晃动，竟在空间禁锢中划出一道诡异的弧线。浴火步。陈平利用浴火步的空间跳跃能力脱离那空间禁锢，下一秒金光一闪，陈平的身影凭空出现在数丈之外，空间禁锢的力量瞬间落空。什么？君不悔惊得目瞪口呆，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你怎么可能挣脱空间禁锢？半山腰上的众人也纷纷倒吸一口凉气，脸上写满了震惊。刚才那是什么？空间跳跃吗？韩烈喃喃自语。胡麻子拍着大腿大笑，这小子果然有后手。陈平活动了一下手腕，淡淡开口，空间之力而已，谁不会？他脚下再次移动，身形接连闪烁，在战场中留下数道残影，每一次闪烁都精准地避开了君不悔的视线。君不悔脸色大变，急忙运转空间之力探查，却根本无法锁定陈平的位置。找不到我了。陈平的声音从君不悔身后传来，君不悔猛地转身，魔剑向后刺去，却扑了个空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金光从侧面袭来，重重砸在他的后背。君不悔喷出一口鲜血，身形向前踉跄了几步。他还没站稳，陈平的拳头已经再次袭来，金色的拳影如同潮水般涌来，招招不离要害。君不悔被打得节节败退，只能勉强运转魔气抵挡。他的空间之力虽然诡异，却根本无法锁定陈平的位置，只能被动挨打。我不信！君不悔怒吼一声，双手猛地拍向地面，空间崩塌。瞬间，以他为中心的数十丈空间开始剧烈扭曲收缩，周围的山石纷纷崩碎，化为齑粉。这是他压箱底的绝招，一旦施展，范围内的一切都会被空间之力撕碎。修士阵营中的众人纷纷惊呼，无极道长甚至已经做好了出手救援的准备，可陈平却依旧一脸从容。他站在空间崩塌的中心，不仅没有丝毫慌乱，反而缓缓抬起右手，掌心泛起一层淡淡的灰色光芒。那是什么力量？吴昊皱起眉头，他从未见过这种气息。就在空间崩塌的力量即将触及陈平的瞬间，他掌心的灰色光芒陡然爆发，一股神秘的力量扩散开来。诡异的一幕发生了，原本剧烈扭曲的空间竟渐渐放缓了速度，崩塌的趋势也开始逆转。那些已经化为齑粉的山石，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凝聚成型。时间本源！无极道长失声惊呼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。他竟然同时掌握了时间和空间两种本源之力。
这句话如同惊雷般在众人耳边炸响，修士们纷纷瞪大了眼睛，看着战场中心那个从容站立的身影，脸上写满了震撼和敬畏。同时掌握2种本源之力，这在6重天的历史上从未有过。君不悔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他踉跄着后退几步，眼中充满了恐惧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掌握时间本源？陈平缓缓收起掌心的光芒，一步步走向君不悔，每一步落下都让地面微微震动。我说过，对付你根本不需要用尽全力。他的声音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。现在该结束了。陈平身形一晃，瞬间出现在君不悔面前，右手成拳，带着金色的灵力和淡淡的灰色光芒，重重砸向君不悔的胸口。君不悔想要闪避，却发现自己的身体竟被时间之力禁锢，无法动弹分毫。不！他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。砰！拳头结结实实地砸在君不悔胸口，金色的灵力瞬间摧毁了他的经脉，时间之力则开始侵蚀他的神魂。君不悔喷出一大口鲜血，身形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，再也无法动弹。他的魔气迅速消散，气息越来越微弱，显然已经彻底失去了战斗力。战场瞬间陷入死寂，片刻后，修士阵营中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，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激烈。赢了！我们赢了！陈道友太厉害了，连掌握空间本源的君不悔都被他打败了，同时掌握时间和空间本源，陈道友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。紫渊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，朝着陈平跑去，眼中满是欣喜和崇拜。吴昊、樊天佑等人也纷纷走上前，对着陈平拱手行礼，脸上满是敬佩。陈道友，多谢你力挽狂澜。吴昊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，樊天佑也收起了之前的傲气，诚恳地说，陈道友实力远超于我，我心服口服。陈平摆了摆手，目光转向魔修阵营，声音洪亮而充满挑衅，是魂尊，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？手下还有没有更厉害的年轻人？尽管派出来，别藏着掖着。魔修阵营中一片沉默，之前叫嚣的魔修们此刻都低下了头，没人敢应声。君不悔已经是他们年轻一辈中最强的存在，连他都被陈平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还有谁能应战？噬魂尊的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，空洞的眼窝中杀意翻腾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他知道今天再派人出战也只是自取其辱。陈平见魔修们无人应声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，怎么没人赶上了？刚才的嚣张劲去哪了？他向前踏出一步，周身的金光和灰色光芒同时爆发，一股强大的威压笼罩着整个魔修阵营。要是没人赶来，就赶紧带着你的人滚出6重天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魔修们被这股威压逼得连连后退，脸上满是恐惧。你们输了，现在可以离开了。吴昊看向噬魂尊道。离开？噬魂尊冷冷一笑，嘴角勾起一抹阴狠。想让本座离开，没那么容易。话音未落，他猛地抬手挥袖，厉声暴喝：魔魂大军，杀！把祭祀宝典给本座抢过来！随着这声令下，身后上万名魔魂同时发出凄厉嘶吼，周身黑色雾气轰然暴涨，如同决堤洪水般朝着修士阵营席卷而来。这些魔魂形态各异，有的手持白骨长刀，刀身萦绕着腥臭血气，有的口吐青黑獠牙，周身缠绕着怨毒魂丝，更有甚者化作半透明黑影，如同鬼魅般在队伍中穿梭。密密麻麻的魔魂遮天蔽日，将整片天空染成沉郁的墨色，连阳光都被彻底吞噬。噬魂尊，你不讲信誉！吴昊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雄狮背上的身影怒声大骂：你身为一方魔主，竟如此出尔反尔，就不怕被天下修士耻笑吗？噬魂尊发出一阵破锣般的刺耳大笑，笑声中满是不屑，
信誉，那是什么废物东西？能比得上祭祀宝典吗？本座要的是6重天的掌控权，至于名声，一文不值。他拍了拍雄狮的鬃毛，那巨兽发出一声震彻山谷的咆哮，四蹄蹬地，带着他如离弦之箭般朝着修士阵营冲来。敖烈，吴昊转头看向身后的禁军统领，声音因愤怒而沙哑，待禁军迎敌，今日便是死，也要守住6重天。末将遵命。敖烈单膝跪地，铠甲碰撞发出清脆声响，他猛地站起身，拔出腰间的玄铁长刀，厉声喝道：禁军将士听令，列阵迎敌！杀！杀！上万名禁军齐声呐喊，声浪震得周围山石簌簌发抖。他们身着厚重的玄铁铠甲，手持长矛长刀，迅速列成整齐的方阵，盾兵在前，矛兵在后，刀兵侧翼，如同钢铁壁垒般迎着魔魂大军冲了上去。杀啊！人族和兽族的修士们也纷纷举起武器，跟着禁军一同冲锋。